境不仅仅代表了目的地本身，还包括了旅途上的一景一物、点点滴滴。一起走进古城，一探世界新7大奇迹之一。骑着驴上山，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看大象。这里的人用动感与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互动，跟着当地人的欢呼，领略这里的足球精神。这里是杀人湖，也是捕鱼的好去处。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走一趟极境之旅。介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简称蒙古，是世界第2大的内陆国家，大部分国土被草原覆盖，北部和西部则多山脉，南部为戈壁沙漠。对很多人来说，蒙古国感觉上如成吉思汗帝国般是很遥远而孤立的存在。蒙古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全国总人口只有340万。而且将近一半人口生活在位于蒙古高原中部、面积只有4704平方公里的首都乌兰巴托。大陆型的气候让这里夏热冬冷，所以最适合旅游的季节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9月。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我终于到了蒙古，也是极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啦。现在我要去找我们的导游，看看有什么安排。Sabanom。Sabanom。Nimi Nidik Albert。哦，Nidik Tifmak。啊 ，Nice to meet you。我会中文。啊，你会说中文？哦，听起来非常亲切。走。千里迢迢来到了草原国度，葛凡决定先不急着当一般的观光客去城市里的知名景点打卡。今天第一站，他就要深入草原，去寻访已经越来越少的蒙古游牧民族，亲身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那我跟牧民家族他们讲中文吗？他们不会讲中文了，他们会说蒙语，蒙语有一点还是卷舌音多。那很开心认识你，怎么说？会不会太长？会很长。你怎么说？这样很像在绕口令，在这边。没有，等下，很像在说 dance。当车子驶离乌兰巴托市区后，迎面而来的就是宽阔的大草原景致。在蒙古，牧民是国家承认的职业。每年，政府会以牲畜的死亡率和数量评选出荣誉牧民，给发奖章。目前，约30%的人口从事游牧业。今天，葛凡要拜访的牧民家庭，至今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也养成了牧民好客互助的美德。即使是一辈子只会见1次面的过客，也会以对待贵宾的方式，穿着盛装来接待。让我练习一下我刚刚学的这些蒙文。还要翻译才听得懂。好，请坐。好，打扰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蒙古包里面，
아아버지 маань одоо ерөөсөө малчин байсан. Тэгээд яг хөдөө 10 дугаар төгсөөл хөдөө гарч малаа үргэлжлүүлж малаа маллаа гэж тэгээд。要认识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得从蒙古奶茶开始。每天主妇欧特根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熬茶。 이거 속에 이거 술ж байгаа. 이게 самарна. давсаа хийн. Тэгээд уудланда. Энэ шардаас самарна. шардаас 이게 самарна. 哦，好香哦，那个牛油的味道非常重。 熬好后的奶茶并不是由人先品尝，而是要先敬天地祖先，感谢恩赐与祈福。在蒙古，这被称为德吉礼，是饮食习俗中强调进餐顺序的礼节。好，那我们一起来祝福吧。祝工作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在牧区，牧民习惯以茶代水，一日三餐都必须要有奶茶，也是蒙古人待客礼仪的标志。当有客人来访，主人就会奉上自己做的奶茶和各种奶制点心，表示欢迎。我们刚刚沏的茶，非常的咸，这是叫咸茶，跟我们一般印象不一样。对，好喝，好喝，非常好喝。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奶皮，这个是奶酪，这是奶干。 牧民在每年夏秋之际的乳牛丰奶时期，就会利用鲜奶为原料制作各种奶制食品。除了自家食用外，也是馈赠亲朋戚友、祈福祭祀、款待客人时的必备食品。很好喝。哇，好厉害哦！吃饱喝足之后，葛凡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帮忙挤牛奶。为什么我挤这么慢？我没办法像他这么快。 我今天才10毫升都还不到，把我挤的。哦，他真的是非常大力，毫不客气的在挤它。牛奶是牧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一头乳牛一天可生产约5公升的牛乳。拥有8头乳牛的他们，夏季时每天可产奶40公升。除了牛奶，他们也会挤羊奶和马奶。 好可爱哦，这小羊。给。嗨，小笨龙，好像小狗。嗯。喵。喵。我好像很会跟动物沟通哎。随着越来越多年轻的牧民纷纷告别他们熟悉的大草原，前往首都乌兰巴托谋生。 传统的游牧文化在蒙古其实也在面临逐渐消失的命运。 миний бодлоор одоо миний бодлоор бол одоо нийгэм бас арай бидний үеийнхээс арай л өөр нийгэм чи сайхан болчлоо. Тэгээд ер нь болцоо залуучууд одоо төвийг бараад ижил байгаа. Тэр л хөшөөрж явж байгаа. Түүнээс бол За одоо 2 эмэгтэй хөвгдөж хот суурингаа тэгэл ажил төрлөгээд нэг нь оюутан болохоор ямар ч юм ихэнх үед бол өөрсдөө одоо бол тэгэл юу штэ сургууль соёл мэрэгжил тэр ойр зүрийн хүсэл мөрөөдлөө биелүүл одоо зүйлдээгээд бид нар шиг бас жоохон нас ахаад ингээд явна штэ тэгээд51岁的保利度不只是牧民，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长调的传人。蒙古长调与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在蒙古族形成时期，长调民歌就已经存在，历史可追溯到2000年前。哦，厉害，有功力！我刚刚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你在唱歌，唱得很好听哎。那你可以教我唱唱吗？ 저 хоолой өндөр шаардсан шүү дээ. 哎，先站好，是不是？ 에르든 зас고 гэж эхлэн шүү дээ ер нь. 眼睛要睁大，是不是？很到了哦！我在搞笑，不行不行，再一遍，认真认真。好。你是卡到吗？哦耶！好，让我换我。
我喜欢看到他抖音，让我练一看。我一月，可以吗？ 멀진. 멀진 멀진。 长调是一种抒情曲，特点是大量使用装饰音和假声。那直抒胸臆的旋律，描绘了蒙古草原的美景，传递出天地悠远的优美意境。我觉得要学这种唱法，肺活量一定要很好。像这个男主人，他的气就很足。另外，我觉得要心胸很宽大，你一定要有这种心境，才能唱出像男主人的这种味道，很像一种英雄在哀悼什么，或者在赞颂什么的那种氛围，让我很感动。 宝宝玩得很开心耶，他们要让我们玩的意思，没有要放水。换我。找一样的对答。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吗？可以。同样在草原流传了2000年的，还有这个称作羊拐的游戏。所谓的羊拐，就是羊的膝盖骨关节。 在过去物质匮乏的时代，草原上也许就只有羊拐可以玩，才玩出了各种各样的玩法。哦，可以 ，Nick， 可以。来，头这种亚赢。啊，我快赢了！哈哈。在做包子的皮吗？哎，这么小吗？这应该是馄饨皮吧？塞进去。 哦，敲我的头！我想说，为什么要敲我的头？难道我做错什么事情吗？极境之旅来到了以蓝天和绿草著称的蒙古国，葛凡在大草原邂逅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家庭，好喝，并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牧民文化。 为了让葛凡能更深刻体验牧民文化，今天欧特根和他的女儿杜拉玛特别为葛凡准备了逢年过节才会吃的羊肉包子。要我来帮你。好。因为我不吃羊肉，所以他们还特别为我准备了一份牛肉，那就是这一碗，这一碗都是我自己的。 夏季体格大的牛肉不易保存，所以牧民大多以食用体格小的羊肉，并搭配面食为主。到了冬天才会吃牛肉。这现在在做什么？在做包子的皮吗？哎，这么小吗？这应该是馄饨皮吧？所以他们的包子原来是小小颗的。好，试试看，看起来很简单。 塞进去。我包的比较像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包子，是不是？它这个比较不像包子，它这个像一朵花。哦，好，用大拇指去把它弯进去。哦，走到这边，啊，原来是不需要把它们粘在一起了。 啊耶！成功了，太棒了！来，给我 give me 5。哦，他懂得 give me 5。蒙古包子皮薄馅儿多的外形，其实更像我们印象中的蒸饺。哇，自己包的包子来尝尝看，漂亮对不对？在寻求别人的称赞。好，来看看。里面有汤。 好，有汤汁要小心。哦，爆香，满足。其实我们刚刚就是真的是牛肉放一点洋葱，再加一点盐巴，没想到这么的美味。这就是搅拌后的马奶酒，
哦，有酒精味道。好，那先喝给你们。他们家庭是非常和乐融融的，他们就很像朋友一样的在相处，很纯真无邪的这种个性。没那么多。很酸。不管是煮饭啊、客厅啊、招待朋友啊、睡觉啊，整个就在蒙古包里面。从他们早上的第一杯奶茶，到去放羊、挤牛奶、准备做午餐，体验了一天的游牧生活，满满的行程。游牧生活其实是非常忙碌的。过去的20年，乌兰巴托在快速发展下，吸引了许多牧民离开草原，纷纷游牧到城市里工作。但是他们大多买不起房，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搭建蒙古包或木板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乌兰巴托北部绵延数英里的棚户区。葛凡现在要去探访的就是一对从市区搬去棚户区定居的退休夫妇，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3班哦。从小在乌兰巴托长大的夫妇俩育有3名儿女。丈夫吉格吉德于18年前从军中退休后，为减轻在市区生活的压力而搬来棚户区，并亲手搭建房子。хотын төвдөд бид тэр бас өндөр байшинд одоо тий сансартай байсан бохоо сансар ороод тий одоо бид чинь бас ингээд тухайн үед чинь байр орно юм байлаа. Тэгээд яг гол нь одоо юу гэр зэрэг бас энэ тухайн үед энэ чинь жоохон захтуу газар байсан. жоохон хэцүү. Тэгээд бид тэр ч одоо хэцүү шүү дээ тий. Сайн юм одоо яахгүй. Гэтэ бид тэр бас нэг нийтлээ Монголд жишг байж байгаа юм чинь бас амьдрал мэднэ. За миний хамгийн аз жаргалтай бол өөрөө чөлөөтөө өөрийнхөө дураар дуртай юмаа хийж гэнэ. 刚好碰上他们吃下午茶的时间。哇，他们家好温暖呐。哇。За одоо энэ Монгол ёсоор тий ингээд бас тамхилдаг. За амар байна уу? Сайн явж байна уу? 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没有，它是一个问候的工具，你要吸一下，然后还给他。啊？吸哪里？这什么东西？敬鼻烟壶之礼，就像我们的握手、西方人的拥抱一样，是蒙古族常见的传统礼俗。在蒙古族心里，鼻烟壶是自己最心爱珍贵的物品。通过交换鼻烟壶，能使得双方感到亲切温暖，无拘无束的交流。不要看那个鼻烟壶，那鼻烟壶可是非常的昂贵，那是因为它上面都是宝石，有些是玉，然后上面那个是黄金做的。Нэг эсвэл одоо ирсэн гэж ярьдаг тий. Өвгдээ цэсэл одоо ирсэн тий. Одоо хамгийн юм нь бол爷爷除了跟我介绍一些蒙古的习俗，也跟我介绍了他们这边的信仰。敲我的头，我想说为什么要敲我的头？难道我做错什么事情吗？原来那种敲头只是一种祝福的礼仪。 За ор сардын дуу сарны туяа гэдэг сайхан ардын дуу. 好，来演奏一首俄罗斯的民歌。这对现年分别70岁和65岁的夫妇，年轻时都爱好音乐。先生曾组过乐队，太太从军前曾是民族音乐老师。在这个晴朗的午后，葛凡又可以大饱耳福了。 哇，太多才多艺了吧！这位两位夫妇，这个爷爷跟奶奶啊，他们真的是虽然上了年纪，但是非常有活力。他们保有一颗年轻的心，跟他们交谈好像就是跟年轻人交谈一样。那我现在我也想要加入，我要看看我也可以用这个来加入他们。哦，他唱歌了，啊，表演欲来了，表演欲来了。
跟着这对夫妇互动的这个下午啊，让我感受到，其实过这种简单的生活是很幸福的。看着他们家，看着他们的如何生活，有个小院子，养一只狗，然后有个伴，很悠悠哉哉的、轻轻松松的过日子，非常的让人羡慕。棚户区是早期政府比较没有在管理的疫区，所以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盖房子、搭建蒙古包。所以因为这样子，生活条件会比较差，可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或者没有暖气系统的这些问题，但现在都有在改善中。像今天我们去拜访的夫妇，他们家就设备完善。棚户区不是旅游书上会介绍的景点。但造访蒙古首都时，不妨也走进棚户区，一窥城市繁华背后的另一面。那风景像电影般的在我面前这样一幕一幕的晃过，有没有很像童话世界啊？挑战蒙古男儿3季，遇见不可能的自己。极境之旅。乌兰巴托是个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并存的城市。葛凡走进被世人标签为贫民窟的棚户区，拜访了一对退休夫妇。表演欲来了，表演欲来了。才发现，原来棚户区的居住环境也在逐渐获得改善中。深厚的草原游牧文化是蒙古迈向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基础。离开了草原牧区，葛凡回到了乌兰巴托。来到蒙古乌兰巴托，觉得这里地很大，路很宽，车子很多，天气很干燥。走在市区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走在乌兹别克的首都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从前苏联中独立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苏联时期风格的建筑物。位于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2013年曾更名为成吉思汗广场，直到2017年才恢复原名。在广场中央树立了一座纪念1921年蒙古独立及革命英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的骑马雕塑。每逢重大节日及国家典礼，都会在这个以他命名的广场举行。广场四周为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中央文化宫、市政府、中央邮局等前苏联的老建筑，周边的商场、酒吧、餐厅、星级酒店林立。想要快速感受乌兰巴托这20年来的进步与繁荣，当个标准的观光客，走一趟苏赫巴托尔广场就对了。我们现在来到了翟山纪念碑，是乌兰巴托的一个知名景点。这座充满历史感的翟山纪念碑，是为纪念苏联和蒙古于第2次世界大战参军的抗战烈士。整体是个环形，在墙面上沾着彩色瓷砖拼成的壁画，以苏联和蒙古国的友谊为主题，记录了苏联支持蒙古独立、抗战以及两国友好的情景。如果质朴的乡村草原是旅人疗愈的净土，那么乌兰巴托则是一个处处充斥着反差的大城市。乌兰巴托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城市，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很想要成长的这种企图心，希望他们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夕阳西下，从翟山纪念碑眺望，可以一览乌兰巴托市容全貌和依城流过的图拉河。欣赏落日之美的当儿，也能感受到眼下喧嚣的交通、大楼与蒙古包、传统与现代、城市边缘的棚户区、贫与富的差距，都一一在这座城市里并存与碰撞着。
早安。我昨晚入住在特日勒吉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蒙古包度假村，睡得特别好。现在跟着我去国家公园走一走，踏踏青。Let's go。在乌兰巴托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回归宁静度假去。距离乌兰巴托仅66公里，约2小时车程的特日勒吉国家公园，是游人最便捷和美丽的度假首选。公园内小部分地方被开发成了游客区，并设有蒙古包度假村供旅客留宿。这里兼具了草原风情、山林景致、奇岩异石与溪流风光，让人能体会置身在大自然里的触动，心灵回归平静。哎，竟然有人在练习射箭，好像很有趣哎。不好意思打扰他。Hello， 嗨，你好。Sabano。I would like to try this. Is okay? болно. Oh, thank you. Монгол хувцас үүсгэх хэрэгтэй. Sorry. За, би хувцас авчлаа. 哦，你要我穿上一样的服装啊？好好，可以。蒙古族的传统服饰以色彩鲜艳的绸缎为材料制成的袍服为主。他希望我有个完整的体验。穿着蒙古族服装时，要搭配长袍颜色的帽子，真有趣。想练习射箭，却被穿上蒙古传统的服装。最后还要系上一条丝绸制成的腰带，才算穿戴整齐。有没有像蒙古人？其实来蒙古啊，他们都有些走在路上啊，那些路上的人都会直接跟我讲蒙文。我是长得很像蒙古人。How do I look? That's good, Simon. Very good. За, одоо яг ингэж бариад. Тэгээд эрхээ өөрөө яг сумаа ингэж унахгүйгээр ингэж бариад. Тэгээд чиглэлээ харааныхаа югаар хэр хол зай байна гэдгээ харж агаад. 哇，差一点，差一点，非常帅。好，换我。我只要能射得出去，我就会非常开心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拿到弓跟箭，但是不知道等一下，哎，好紧哦！他刚刚怎么拉的那么后面呢？哇！等一下，等一下，这也太累了吧！这好像在健身一样。原来射箭除了要会瞄准以外，臂力也要非常的强，才能拉这个弓。啊！射还蛮远的，只是没有射中目标而已。看别人射箭都会觉得很轻松。哦，虽然没有打到，但是看起来很帅气，是不是？动作有就好。再一遍，再一遍。好，应该有。怎么会一直歪啊？我们瞄这边呢，是风很大吗？耶！我打到木头了。继续，一定要射中才能离开。啊哈哈哈！终于在我射了几千次之后，我射中目标啦！各位观众，哒哒哒哒哒，怎么拿不下来？我成功了！这里特有的奇山异石地貌景观，也是让许多游人慕名前来的原因。这些天然形成的奇岩怪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各种动物意象。当中，尤其以乌龟岩的人气最高，成为游人到此一游的打卡地标。在特日勒吉国家公园里，除了能体验射箭之外，骑马深入森林秘境也是游人不可错过的行程。我现在要去一个骑马才能到的秘境，跟着我走。游人可以尝试在不同的环境下步行或骑马，感受原始的迷人景色。
原来他们说的秘境就是这一片杨树林，叶子都变黄了，秋天气息特别的重，有没有很像童话世界啊？非常诗情画意。真的是很像一幅画。然后我又骑着马，好像白马王子一样，来寻找我的公主。那风景像电影般的在我面前这样一幕一幕的晃过，非常的优美。我非常喜欢今天这个骑马的过程。哦，他绑好紧啊！现在真正的比赛，我才学一招，我就真正的比赛了。来。葛凡的蒙古摔跤初体验，他究竟会被摔得多惨呢？奇境之旅。在蒙古的特日勒吉国家公园，葛凡变装成为了蒙古男儿，学习射箭。有没有像蒙古人？我成功了！他还化身成为白马王子，骑着马儿走进了秋天的童话世界。好像白马王子一样，来寻找我的公主。骑马射箭我都体验过了，蒙古摔跤我怎么能错过呢？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射箭、赛马、摔跤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蒙古族男儿自古以来就要学的3项技能，合称为男儿3技，也是在草原上长大的男孩从小的游戏项目。哇，他们已经开始练习了。啊，教练在那边。去找他学习几招。Hello， 嗨。Одоо бүх болох нь одоо яг л одоо мөрөөдлөөс жоохон багтаал одоо бүхд их дуртай байсан. Тэгээ яг тэр дур сонь хорлоороо одоо яваад Монгол бөхөрөө барилдаад одоо бас энэ сайхан дээд цол нурсантаас баяртай байдаг. 37岁的三加丹巴是蒙古国第22届那达慕大会的冠军摔跤手，今天特别返回母校，传授学弟们摔跤技巧。幸运的葛凡可是遇上了最强的教练呢。教练看起来好高大。Жин ойролцоо энэ дээр жоох юм яа тий тавтуулъя. 好。我今天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以为可以聊聊天啊，慢慢的熟悉一下。没有，他就说来吧。手掌用3个手指头抓着 ，OK。抓着他的这个袖套。哦 ，nice，my turn。我说哇，刚刚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是要来学东西的吗？他就说啊，做中学，做中学，把它扣住之后，然后往前带，希望它会摔下去。啊 ，sorry， 好，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对。啊，用头的力量去压它。哇，学一招就要学好久。可以，再，one more time。好 ，OK。谢谢配合演出。玩蒙古摔跤啊，其实要穿他们这个摔跤服，因为他们要拉他们那个袖套啊，拉他们的绳子，才可以使出一些招式。哦，他绑好紧，无法呼吸，很像女生穿马甲的感觉。OK。Одоо үнэнгээсээ барилдсан шүү. Та одоо чи зөв шинжтэй нэг барилдаг. 啊！真正的比赛，我才
才学1招我就要真正的比赛了。啊，比赛规则很简单，只要让对方的膝盖、手肘或者头先碰到地，谁就赢了。啊，还有肩膀也不能碰到地。嘿。不行，再燃起斗志。完全搬不动它。教练一直想要把我教到会，但是真的很难。他是除了要出力以外，其实也要靠一些重心的转移。那个对方啊，看起来比我瘦，然后比我小，没想到力气超大的。我一直想要把他搬不动。师傅教的那一招示范出来。啊！终于成功了。但我觉得他有放水。蒙古摔跤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来练的，它非常耗体力，你需要很大的能量。然后你看哦，我才跟他们比了一下子，我就完全喘不过气来。蒙古摔跤，蒙古语称为博克，意指攻不破、摔不烂、持久永恒，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大规模的全国博克比赛每年会在那达慕节日大会上举行，而今天这所体育学校里将会举办一场小型的蒙古摔跤比赛。当摔跤手上场比赛和退场的时候，都要跳这种模仿雄鹰走路姿势的舞蹈。选手不分公斤级别，也没有限制比赛时间，进行单败淘汰赛，直到决胜出冠军。这个规则看起来不合理，但却是来自于残酷的战争实战。因为在战场上，无论块头大小，过往战绩有多辉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胜利的机会。我觉得蒙古摔跤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它不是要拼得你死我活，它反而好像是在抱着一种玩乐的心态去比赛的。差点撞到我，在旁边拍摄也要被打。当你可以把对方摔到地下去的成就感是非常大的。这些有赢得比赛的人们，他们脸上的笑容是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有自信。摔跤的体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来到蒙古不能错过的还有呼麦。无师自通，透过上网自学呼麦和马头琴的毕利希，今年18岁，还是名在职大学生。哇 ，That was very good。我们刚刚这位帮我们示范的呢，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唱法。Can I also learn that kind of singing? 강내가 해신게 올려, 해신 강내가 올려 중국제 다랑 하사가 이제 목구르게 뭐 이거 가끔 이제 목구르게 인식가 오. Yoma, 是这个声音吗 ？Is this the voice? 지금 하사니까 요 내려옵니다. Okay, I'll try to imitate you. Okay. Well, that's hard.
哦，就是这个声音非常特别。呼麦是一种运用喉音在民俗音乐的泛音歌唱技巧，在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中。这来自喉底的声音是蒙古族纪念先祖的声音，也是缅怀历史的声音。不行，很伤喉咙哎，这是 Does it hurt your your throat？ 这个跟人家还好才你就啊，学唱歌实在是太难了，学到让我那个喉咙好痒啊！我还是来学它的怎么弹奏这个乐器好了。Can you teach me how to play the instrument? OK。这个乐器叫做马头琴。马头琴、呼麦和长调并称为草原文化三宝，是蒙古族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学习拉马头琴前，得先从坐姿和拿弓的手势开始。怎么像在杀鸡的声音？How many years do you learn? 9 years. 9 years, so that you can play like that. Okay. 不能。这个有点难控制，要把弓平行的拉。我想这个我们是哎呦，怎么那么难听啊？Good. Good? Is that good? 好了，就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好啊，声音越来越漂亮喽。谢谢大家来参看我的表演。Thank you very much, teacher. 谢谢策丽，谢谢这几天的安排。我们现在 talk toy，talk toy。 So many places I've never been. 原始、崎岖、偏远是蒙古西部这片与世隔绝地区的关键字。找到我。 To my life, I've seen the stars I love in your hands before. So lead the way, that's where I'll go. It's you that makes these places whole. Let's move out, let's move slower.